这一集呢，我把之前提过的4个干扰睡眠的夜间状况做一个总结，也是一个精华的一个录制。各位好，我是未来健康研究院方世清医师。这一集呢，我把之前提过的4个干扰睡眠的夜间状况做一个总结，也是一个精华的一个录制。那这张图看起来有一点邪门哈，当然我的画工就是这样。那有一个人要睡觉，然后旁边有4个的小矮人会来干扰他。这4个小矮人呢，都有他的名字，一个叫怪，一个叫痛，一个叫痒，一个叫尿。那如果我们讲比较好的比喻，它其实有点像白雪公主跟着7个小矮人，哈，那我这是4个小矮人，干扰睡眠的小矮人。那白雪公主怎么样变成睡眠人呢？如果能够睡得好，变成睡眠人，就要把这4个小矮人呢，先把它处理掉。那这4个小矮人分别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怪呢，就是夜不宁。那夜不宁就找不到身体啊。我们晚上呢，也要监视我们身体的所有的东西的，包含我们的四肢、手脚，包含我们的内脏，好，我们所有东西都要被监测的。可是如果你缺乏夜间的多巴胺，你大脑的感觉系统呢，没有办法去监测到所有身体的系统，就会出现奇奇怪怪的症状。因为失联而产生奇奇怪怪的症状，包含有一个老阿伯说晚上都有鬼在拉我的脚，然后一听以为他失智，然后产生幻想。事实上呢，这老阿伯在安养院，他是因为晚上找不到脚，一直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他就以为晚上这个有鬼在拉他的脚。小时候我也常有这样的一个幻想，所以这个问题叫做夜不宁症候群。那第二个呢，就是痛。这个痛的小矮人就是白天就在痛，比如说你背部不好受伤或者是哪里受伤白天就痛，晚上更痛。为什么晚上更痛呢？因为这种敏感痛到了晚上没有位置感觉的神经来这个干扰它，所以呢，它的痛就尽量的表现。那你会变成敏感痛，是因为你身体的血清素不够。所以我刚刚谈到2个大咖的，一个叫多巴胺，一个叫血清素，然后都会让你晚上直接有不舒服。那这个痛跟刚刚的怪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标准的痛，白天呢有标准的痛，晚上呢更痛，这叫做夜更痛。第3个叫夜痒症，它已经不是那些怪跟痛了它就是真的痒，小小的痒，包含鼻子痒、鼻塞、打喷嚏，包含眼睛痒、喉咙痒，包含真正产生荨麻疹，甚至气喘的发生，那就是因为你的肥大细胞晚上加班，分泌太多的组织胺。肥大细胞上面也有一个时钟这个时钟不正常，日夜颠倒所以晚上来烦你，到处痒。第4个小矮人是尿，夜间多尿症。晚上照理应该是尿是比白天少的你看那个年轻人他晚上是不上厕所的，然后到早上起来发现尿也是一点点。奇怪，都已经过了一整天1/3的时间，竟然尿还比较少。那是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下垂体呢分泌一个叫做抗利尿激素，而这个激素呢在夜间呢是会分泌比较多的，然后它就会让你少了排尿的问题因为睡觉是被大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它不可能让你去小便呢而去干扰你的睡眠，所以大脑发明这个文明的荷尔蒙。叫做抗利尿激素，让你可以晚上好好的睡觉。而这个东西到了50、60岁以后就开始降低了，所以你晚上就跟白天一样，大概3个小时就要去上一次厕所，还真的有尿。甚至有人白天上的不够，晚上来补上了5、6次，而且每次真的很多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会干扰睡眠。所以呢，这个4个小矮人是很明确的，你要从白雪公主要变成睡眠人你就必须要请这个4个小矮人离开好，所以这一集的提到这个夜间状况呢，你自己要有自觉。那去医院跟医生报告说我睡不好，也要先把这个4个小矮的问题提出来。好，你不要每次都说医生我睡不好，那医生也二话不说，直接开镇静剂给你。如果你这个4个小矮人在旁边
干扰你睡眠啊，你吃再多的镇静剂都不太有效率，因为我们身体被烦到、被干扰到嘛。你夜不宁找不到身体，难道可以轻松的睡吗？你一直痛就可以轻松睡吗？到处痒可以轻松睡吗？要上厕所膀胱一大堆尿可以睡吗？这些问题都不解决，你只想用安眠药镇静剂把它打发掉，就好像一些比较独裁的国家，民众有意见就先关起来，甚至直接枪毙，不能用这种方法去对抗民意所以呢，我们身体也是一样，要好好睡觉，先把这个床铺好，把这4个小矮人呢请出去。所以你去跟医生报告我睡不好，你要先把这4个状况呢跟医生报告一下，如果有的话，先处理这4个夜间状况，你就会进入一个比较舒适放松的睡眠。那这4个小矮人不管是有或没有，已经处理掉了，你就会进入一个真正睡眠的一个问题。那睡眠我们把它分为前半段，入睡困难，就是想很多，然后就没有睡意，一想到焦虑紧张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明天要做的事情，你就开始睡不着，这就是入睡困难。很多中年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也没有说其他的夜间状况，单纯入睡困难。那常常这部分呢都是比较偏向心理方面的。那中间呢，半夜一直醒来，醒来之后呢又睡不着了，上个厕所后又睡不着了，这种浅睡多梦、半夜醒来的，这是比较偏生理的，你没有办法维持一个连续的睡眠。那这部分跟一些血清素太低有关，你的睡眠呢没有办法熟睡，所以就一直醒来。那还有一种叫退化性的睡眠，它还是一直醒来它睡一下醒来，睡一下醒来，晚上可以好几次一直醒来的。那这叫做这个退化性的睡眠，老年人常常都是这样。那他可能是食欲素不够。那这方面比较偏生理性的后半段的睡眠呢，有药物是可以去帮忙你睡觉的能力所以可以简单分为前面的心理问题跟中间的生理问题。所以我们提到这里失眠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用安眠药镇静剂的病了，就好像说你的大脑呢已经有故障了，结果呢他一直用各种症状来告诉你说我有问题你要帮我解决，结果你一直用安眠药镇静剂把问题盖下去，一直会让这个问题弄得越来越大。虽然用安眠药镇静剂一开始很快吃了就很有效，你都很佩服说哇这个医生厉害，一吃就有效。事实上不是医生厉害，是安眠药镇静剂厉害。那你把你的问题麻痹了，你以后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应该利用这个问题把它当作是一个看到大脑失调的窗口。睡眠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症状，也不是单纯用安眠药镇静剂可以掩盖的问题，你必须要把它当作你大脑开始失调产生的现象。你以前如果听方医师的睡眠的演讲他提到睡眠是用到好多种神经传导物质光是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还有组织胺、食欲素，各式各样的抗利尿激素，这些的晚上就好像在做交响乐一样，需要大家一起配合，让你可以睡得很安稳，大脑就会得到休息、得到调整、得到一些清洁，那也保证你的大脑可以用到最后一天。结果这些问题，有些人的表现不好，开始出问题了，你既然不去调整它，你只用安眠药镇静剂把它盖住，就好像呢，你小孩子要跟你这个报告他的问题，你每次都不给他讲，甚至给他一巴掌，那他以后就不跟你聊了，那直接就坏掉，变成坏孩子。好，那这一集呢，我们把睡眠的问题总结到有4个夜间状况：夜不宁、夜更痛、夜痒跟夜尿。还有3个睡眠状况，一个是前半段的入睡困难，还有中间的浅睡多梦，以及老人系的失眠。那总共这7个状况呢，是方医师整理出来的心得。以后我们看失眠的问题呢，要比较专业不要只有安眠药镇静剂去打发它。谢谢各位。